不幸的是，也恰恰是因为片面性，很多人通过 MBTI， 通过各种性格理论、智商理论乃至性别、成绩、收入，理所当然的把他人的片面性看成缺陷，却他丫的看不到自己的片面性以及他的局限。真的要让荣格知道了，不跳起来拿《心理类型》这本书砸死你。这里是刷刷，陪你走进浪漫又专业的人格类型学。这个系列是从荣格走进人格类型的一个完整的系列现在是第1期，一切的开始。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欢迎在咱们评论区快乐交流。荣格呢，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吧，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曾经是弗洛伊德的门生，但是因为和弗洛伊德的理念不同因为弗洛伊德更相信说每个人就多多少少都是有创伤的，然后人需要携带着创伤生活下去就是人的一生有一点像一个修补的过程。但是荣格他却认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这也是他提出心理类型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希望去很轻易的把某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人直接就当成是异常的，他只想把他们理解成不同的，只是说当这个不同没有被正确的认识到的时候，他们被贴上了病症，贴上了异类的标签。那在心理类型的这一期呢，第1章作为一切的开始，荣格抛出了客观心理学这个概念。他深深的发现人真的很难客观的认识任何事情。什么叫客观呢？一个结论如果要被叫做客观的，那它就不能被个人的意志与个人的差异所影响。然而别说是心理学了，哪怕在科学的领域，客观性也无法保障。我们通过观察、验证的我们认为已经是最客观的方法，去寻找并且理解自然世界的法则。但是观察既然需要人来进行，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片面性 one-sidedness， 也就是个人的意志和差异所带来的难以察觉的偏见。同样去观察一张桌子，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哪怕桌子本身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在另一方面，在观察中，哪怕我们极尽所能的去全面详实，但是当我们把观察到的具体现实转换为具备普遍性的概念和法则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保留什么，失去什么，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比如说当我说桌子的时候，大家能想到的肯定不是我之前画的那个桌子每个人的对桌子的这个概念也有一定的偏差，想到的形象是非常不同的。这里分享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画作，比利时画家玛格丽特的作品。这不是一只烟斗，画中画着一只烟斗，但是作家他却留言说这不是一只烟斗。对看画的人来说，特别大的疑惑就是画中的不是烟斗是什么呢？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认为它是烟斗呢？荣格分析师约翰毕比也在类型与原型中关于心理类型的讨论提到了这幅画，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里面似乎涉及了太多的中介，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的。好，那我们回到心理类型，荣格因为上面所说的发现了人的片面性无处不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出发所最容易见到的东西。One sees what one can best see from oneself。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谨慎的人会觉得谨慎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的粗心是极大的缺陷，因为他更容易通过谨慎这个滤镜去看到东西。而一个追求自由自在的人，也许只是把粗心看成小小的不足，却把过度的谨慎看成是极大的困扰，因为他更容易通过自由自在这个滤镜去看到东西。当他们都没有办法察觉到自己的片面性的时候，会以为自己眼中的标准就是真理。这并非是指片面性就是邪恶的，是糟糕的，是要避免的，并不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的片面性恰恰来自于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如果所有人从生理到心理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每个人最容易看到的东西自然也都是一样的，那你也不是一个人，你也没有任何进步的空间那我们可能真的就和怎么说呢我们说和蠕虫一样吧需要真正警惕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察觉不到自己的片面性却把它当成至高无上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真实的自己，也没有办法公平的认识他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天一个驴遇到了一只兔子，它冲着兔子打招呼，但是兔子它只是看着这边没有回应，于是驴呢又靠近了一点打招呼，但是兔子还是没有回应。最后驴很失望，想这个兔子的听力好像不太好呢。
于是他走到了兔子的面前，大声打招呼。兔子不耐烦地回应道：“你是不是聋了？这已经是我第3次回应你了。”这就是片面性的一个结果。我们先入为主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却看不到别人也有他们的标准，却看不到我们的标准也许并不通用，也许我们有一些自以为是。而标准不总是有谁好谁坏的。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是这只被误解的兔子，但是在另一些时候，我们何尝不是这头先入为主的驴呢？听起来这似乎是在教导我们要去多照顾他人，少关注自身。但是从荣格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忽视掉自己个人的片面性的时候，当一个人意识不到这点的时候，说明的恰恰是他缺乏自我的意识。换句话说，他看不见自己，而不是太关注自己。荣格发现越是古代的人类，越是懵懂和原始的文明中，人就越难以察觉到自身的片面性。因为在古代的文明中，人类缺少主体，也就是我这个观念，集体被无限的放大了，被当成是理所当然至高无上的。人们却很少想到说，集体并不是唯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默认说所有的观念和感受都是来源于集体的。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只把自己看成集体的一部分，因此很难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同的。毕竟他人明明就和自己同样是一个集体的一部分。但是以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我们是经过启发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心理学、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很多的先贤的基础上的。我们发现了，至少在知识层面，我们知道个体差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在古代尚未启蒙的背景下，人并没有这个知识，更别说这个观念。这里为什么区分知识和观念呢？因为知识层面的知道并不等于真的在观念上的接纳和认同。看看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偏见就能明白。比如很多父母并不是在知识层面不知道孩子是个人，是独立的，但是仍然可以一意孤行的施加控制，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那么当一个人意识不到我这个主体的存在，他能如何解释和理解自身的思考和感觉呢？答案是投射，也就是默认自己存在的心理行为的特征在他人身上也同样存在。别忘了，我们可是一个集体啊，所以我有的必然是来自集体的，来自集体的你当然也有。但是从荣格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意识的。如果你能意识到，反而说明你已经有一定察觉了。而当我们说整体集体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把整个人类一定看成集体，而是在无意识中把自己和自身之外的他人看成集体，把自己和自身之外外界的某些其他的客体看成集体。就像前面例子中所说的，父母把孩子看成集体，那么相似的情况也可以是一个人在恋爱中把对方看成集体，老板在工作中把员工看成集体，都是在默认我想要的你也想，我感受的你也感受，我的标准也适用于你。在荣格文集有另一处的例子就是说一个男孩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他的情感是如此的强烈，让他产生了投射。荣格的用词是神秘参与毫不怀疑对方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感，也是对他有感觉的。当他陷入到这种投射中的时候，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想法其实只是一厢情愿，没有任何的外部事实的支持，只有女孩亲自在他面前瓦解他的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才能够醒悟过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野心理过程分类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人意识到片面性的存在，真正的看到自己，也因此真正的能看见别人。因为你不察觉到你所在的笼子，你永远也跳不出来。不幸的是，也恰恰是因为片面性，很多人通过 MBTI， 通过各种性格理论、智商理论乃至性别成绩、收入，理所当然的把他人的片面性看成缺陷，却他丫的看不到自己的片面性以及他的局限。真的要让荣格知道了，不跳起来拿《心理类型》这本书砸死你。当然，他说的可能委婉一些，他说的引用他在被采访时候的原话：愿上帝保佑我远离他们。最后，我邀请大家来品读一下荣格关于人格发展的这一段话。我相信在看完了这期视频之后，这段话会更加的鲜活。真正的人格是一种呼唤，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将一个人从集体和他老旧的道路中解放出来。卡尔·荣格。这里是莎莎，这个系列计划陪你轻松又有深度的读完心理类型。好，我知道是一个比较宏大的工程，不过咱慢慢来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真正的了解人格理论的背景。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